昨天瑞宝被护栏吓了一跳的样子，差点又给爷爷送上热搜。瑞宝的这一动作被人误以为是被电了。如果瑞宝是被电了，察觉到危险后，第一时间则是害怕的立马逃走，而不是一直待在园区，迟迟不想离开，甚至还引得辉宝这里在护栏前打起了滚。今天下班点到了，爱宝在小床上挑拣着令自己满意的竹叶，瑞宝这里则又欺负起了南天珠。瑞宝此时的贵妃糖还有点小性感，爱宝吃着吃着，回头看了看通道门口，临近下班点了，爱宝在园区里也没有了食欲，想着奶爸什么时候能开门，让自己回家吃小零食。爱宝等不及了，直接来到通道门口给奶爸敲门。在爱宝叫奶爸给自己开门时，瑞宝这里又给爷爷搞事情了，从地上捡了个竹叶皮，拿起来就开啃，这是又想给爷爷挂网上了，让爷爷被骂不给瑞宝辉宝饭吃，只能吃枯黄的竹叶皮。而爱宝这里很快就给通道门叫开了，爱宝先回了家，瑞宝和辉宝这里在园区兜兜转转，一起来到了围栏前。就这样，瑞宝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，被围栏吓了一跳。而此时宋3岁就在园区蹲着守着姐妹俩，所以更不会出现被电的情况。同时宋3岁蹲在这儿是为了提醒姐妹俩该回家了。不过宋3岁越来越懒了，看到姐妹俩没有想回家的想法后，又把爱宝喊了回来，让爱宝帮忙收拾。爱宝以为奶爸又给自己放新竹子了呢，先是趴在小亭子上看了一眼，但发现什么也没有，于是爱宝又去到了小木床旁看了一下，爱宝发现小木床上也没有。爱宝此时心想，啥也没有，你让我出来干嘛？爱宝溜达一圈后什么也没发现，于是又走了回去，而带姐妹俩下班回家的事情又还给了宋3岁。江爷爷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妻子为自己准备的美食，上面还贴了留言，上面写道밤샘하며 이쁜이를 돌보느라 애쓰셨어요. 앞으로도 시간이 더 많이 남았지만 귀여움과 이쁨에 힘이 쑥쑥 날 거예요. 멋진 남편님 감사해요. 江爷爷看到妻子夸自己是帅气的老公后开心坏了，然后江爷爷品尝了一下妻子做的三明治，一大口下去全是满足感。吃完饭后，爷爷来到福宝一家的房间看福宝，此时的乐宝已经进入了梦乡，而此时福宝还没睡着，爷爷在旁边和福宝分享着最近妹妹和妈妈的情况。爷爷表示妹妹最近回到妈妈身边生活了，所以自己接下来多了许多空闲的时间，以后可以好好陪我们的福宝了。福宝以后和爷爷见面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了。爷爷跟福宝聊了会天，然后便要跟福宝说再见了，因为自己要去给妹妹们喂奶了，不然妹妹们该饿肚子了，等喂完妹妹后再回来。第二天江爷爷休息，爷爷来到了一个大商场，虽然是广资，但里面都是有关福宝一家的东西。江爷爷感到很新奇，很开心，店里的所有的布置都是和福宝一家息息相关，里面卖着福宝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例如可以给福宝换衣服的小贴纸，想必这个很多小女生都很难抵抗吧。以及还有小时候福宝玩过的抱枕，小时候的福宝对这个抱枕玩得很是开心，而且盒子里面的这个就是当时福宝玩耍过的。爷爷拿着福宝的挂件，表示福宝像是一个小猪，这里甚至还有福宝手掌图案的印章，看得出爷爷在这里面逛得很开心呢。爷爷今天夸瑞宝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开始和妈妈分开睡了，瑞宝独自睡着一个大房间。爷爷特意强调，瑞宝在出生第132天宣布与妈妈分房。此时正在睡梦中的瑞宝表示，爷爷别再说了，我只是在这个房间玩困了，一会儿睡醒还是要回妈妈身边的。感觉爷爷再说下去，明天瑞宝就快被分配到福宝房间了。而辉宝则在妈妈怀里睡着，而且看辉宝的睡姿就知道辉宝睡得很香。一会儿辉宝醒来，开始为妈妈打扫房间，先是学着爷爷的样子给妈妈擦了擦饮水盆。辉宝不仅给妈妈打扫了饮水盆，还顺便给自己洗了个澡。一会儿瑞宝自己没站稳，给自己摔倒了，爷爷表示瑞宝这是自己给自己可爱晕了。一会儿瑞宝在妈妈怀里吃着奶，辉宝则趁机和妈妈亲亲。姨姨们表示辉宝好会。一会儿爱宝不想喂了，一脚给两只熊蹬开，瑞宝则摔到了妹妹的脚上，然后瑞宝又挨了妹妹一脚。虽然瑞宝是老大，但总是被妹妹欺负。话刚说完，瑞宝又被妹妹压到了身下，爱宝看不下去了，给辉宝推开。姨姨们表示单纯看着就感觉爱宝每天很累。辉宝趁妹妹吃饭时就捣乱，等自己吃饭时就独享妈妈的奶水。瑞宝则在妹妹吃饭时乖乖的自己在一旁玩耍。两只熊猫的性格开始有所显现，瑞宝文静，辉宝调皮。同时爷爷还安慰着爱宝，表示爱宝的食物也准备好了，等喂完辉宝后就可以去吃了。一会儿爷爷来到房间为熊猫宝宝打扫卫生，瑞宝则绕到爷爷身后让爷爷陪自己玩。
而此时辉宝正睡得像是一个猴头菇，瑞宝走到正在熟睡的妹妹身边，一下就跳了上去，辉宝瞬间就被惊醒了，试图用脚踢开妹妹。一会儿姐妹俩都醒了，爷爷同时给2只熊猫宝宝按摩，这个样子像是在擀面团子，而将爷爷开心的小眼睛眯的都看不见了。将爷爷正站在福宝的室外园区上方，记录着福宝玩雪的样子，将爷爷冻得单手插兜。不过看到有姨姨和自己打招呼时，也会热情的伸手和姨姨们回应。而此时姨姨的视角刚好是福宝正翘着小尾巴，像是要拉青团的样子。福宝害羞的躲在墙后，不想让姨姨们看到。福宝感觉自己被姨姨们发现后，福宝不断用小动作掩饰着自己的尴尬。福宝转了一圈，来到小瀑布堆积的雪前。此时的福宝在地上像是一只大毛毛虫，钻来钻去，滚来滚去，有种躺下来后便再也不想起来的感觉。在雪地里不停的孤勇，不停的在地上花式表演着大熊猫玩雪。有一瞬间，福宝好像还给姨姨们秀了一下自己的美腿。一会儿福宝回室内了，姨姨重新去排队。这次回来时，福宝在室内园区睡起了觉。一会儿等福宝从树上睡醒，福宝从小树上下来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、吃饭、喝水、拉青团，这都是福宝起床后的标准流程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就从小亭子上下来，在饮水盆前喝了会儿水后，便直接蹲坐在草丛里拉青团了。而这时观看时间又到了，姨姨再去排最后一次队。这次姨姨回来时，福宝又来到了树上，福宝时不时坐起来给自己挠痒打哈欠，打完哈欠福宝紧接着又趴下了。看样子福宝是不想起来了，想直接睡到爷爷叫自己回家。今天2个爷爷尝试让爱宝出门，适应一下室内园区。姨姨们看到这次爱宝出门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的样子后，纷纷表示爱宝这可爱的模样根本看不出是3个孩子的妈妈。而且这次爱宝出来，爷爷全程在旁边陪伴着爱宝。爱宝这次出来后不仅有在好好吃饭，而且还重新熟悉了一下自己的室内园区。爱宝闻了闻带有福宝气味的小吊床，通过气味爱宝闻出了福宝很健康。爱宝心想这段时间福宝应该生活的不错。不过爱宝这次没有在外面待很久，在园区转了一圈后就来到了通道门口，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。或许是爱宝现在还放心不下瑞宝和辉宝吧。而且这次爷爷目的也只是先让爱宝重新熟悉一下园区，于是爷爷便将通道门打开，让爱宝回家了。而爱宝在室内玩耍时，福宝正在室外。福宝今天也算是和妈妈一起营业了。当福宝在室外园区营业完，回到室内园区时，便察觉到了自己园区有其他的气味。爱宝的气味一直存留在福宝的记忆中。福宝在园区四处找寻着刚才妈妈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，最后福宝停在了通道门口。福宝像是在跟爷爷说让自己进去找妈妈，而今天爷爷真的给通道门打开了。因为今天瑞宝和辉宝没有在里面，所以通道门是安全的。而这次江爷爷还发文表示，1月初爱宝会带着瑞宝和辉宝来那场活动，按计划到时会让爱宝和辉宝、瑞宝上午出场，福宝则是下午出场。不过具体情况到时要根据瑞宝和辉宝的适应情况而定。